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参加我们中国向何处去网络课程的第6课。我们每个人都在关注正在中国各地蔓延的抗议活动，这是1989年天安门运动以来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象。那也几乎没有人会想象到，在中国的高科技集权体制之下，在习近平的种种倒行逆施之下，在动态清零的严密管控之下，竟然会出现这样要求反风控的抗议运动，而且席卷全国很多个省市，现在仍然还在进行。那么中国这种抗议活动不仅仅是要求反对风控，也不仅仅是悼念乌鲁木齐大火的死难者，而且也有一些抗议者喊出了要自由、要民主的口号。在上海乌鲁木齐路，有人喊出了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的口号。中国政府将以何种方式来应对这样一个抗议活动？如何来处理这样一个政治危机？会不会有天安门屠杀的重演？国际社会将如何反应？等等。那正是我们这节课这一门课，中国向何处去要讨论的内容。那么，中国模式到底是什么东西？我所理解的中国模式是以低人权优势、官商勾结、破坏环境来发展经济，以媒体控制意识形态宣传和消费主义来迷惑民众，以文字狱和赎买两手来制服知识分子，以暴力为最后手段对付群体性事件，以体制内零敲碎打的灵活性来抗拒民主化。中国到底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是西方意义的市场资本主义、宪政资本主义，还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党国资本主义？很多人用权贵资本主义来描述中国在1980年之后或者1990年之后的体制，还有人用市场列宁主义或者市场极权主义等等，还有叫盗贼资本主义啊。那么中国到底是哪一种主义？我在前不久接受采访的时候，The Wire China 用的标题叫具有中国特色的法西斯主义。那么中国到底有哪些因素在推动法西斯主义的发展？所以我们今天要探讨的问题就是，中国模式它是一个经济模式还是政治模式？中国的经济腾飞是因为中国模式吗？当中国正在走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吗？换句话说，中国模式是宪政民主制度的替代品吗？它可以跟西方这种自由民主体制并存或者抗衡吗？为什么寻租行为、腐败行为在南美一些国家里边阻碍了经济发展，但是在中国却没有阻碍经济的发展？台商在中国模式中起了什么作用？中国模式是否已经走到了尽头？今天和我和李安友教授一起来探讨这些问题的是吴敬民教授，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博士，他的指导教授正好是李安友老师。那吴教授是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他也是我们刚刚创办的中国民主季刊的顾问。有请吴教授。滕彪老师好，李安友老师好，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啊，大家早安。我这边是晚上了啊，那你们那边还是清晨啊。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接受邀请来这个课上一堂课，也跟大家这个交流我的研究还有我过去这几年来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啊。那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中国发展模式一般就通称为所谓的中国模式或 China Model， 跟这个台湾的台商就是台湾的企业家、台湾的这个企业老板，还有
数量更多，我们台湾叫做台干就是台湾的这个企业的干部。那这些台商台干跟中国发展的模式的关系是什么？2019年，我在台湾出版的一本中文书叫做《寻诸中国》。那这本书就是你们画面上看到这本书呢，它谈的主题呢就是台商跟广东模式，以及广东模式跟中国发展，还有跟全球资本主义的关系。那在这本书里面呢，我要谈的一个问题就是台商怎么样在过去30年到中国投资，然后也获得了相当巨大的利润。可是在这个过程呢，也帮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那当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经济崛起之后呢，它又在推动一个所谓 Big Push 的产业升级的政策，就是所谓的 Big Push Industrial Upgrading 这样的发展策略。那所以我在这本书的分析上的起点呢，就是以中国的经济崛起当做分析上的一个出发点那如果说我们去总结中国呢，从1980年代一直到2000年代就大概这个时间点之前的前10几年之前的那30年，那我们大概可以说呢，中国的快速的经济崛起是顺着全球价值链，是 follow 这个 global value chains， 顺着全球价值链，顺着全球产业链呢，在打造世界工厂，那我用的理论的框架跟我用的理论的进入呢，就是用全球商品链、全球价值链，或者说现在可能更流行的全球供应链、产业链这样的概念，用这个角度呢来考察当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我是用这样的理论的进入 GCC、GVC 的 approach 来探讨中国资本主义的当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那在这个发展过程呢，台商其实是相当重要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台商的重要性，但是它多么重要可能还是很多人不够清楚或忽略掉这个就是我今天的主题那一言以蔽之呢，就台商它是作为中间人所谓的 middleman 或 broker， 它迂回促成了中国的崛起。我们知道中国经济能够崛起很重要的因素之一是从1980年代开始有一个广东模式的崛起那但是我们知道说，如果没有港商跟台商港商打前排，接下去就台商，那台商的规模更大，而且台商的工业化的底子更厚，所以如果没有台商的话，广东模式是没办法形成的，也就是没办法成立。那我们再进一步想如果没有广东模式，然后广东模式后来又扩散到中国全国各地是一种升级版的广东模式。那如果没有广东模式呢，之后的中国的经济崛起是几乎是不能想象的所以我在这里我才说，台商是作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中间人，然后他迂回促成了中国的崛起。那在中国这过去这40年经济快速成长的过程呢，我们知道它的成长模式最重要的成长模式就是劳力密集的工业化，就是一种靠 labor intensive 靠这个劳力密集这样的工业，然后做出口加工出口，然后赚取大量的外汇。那国家呢在这个过程就可以累积巨大的财富包括美元包括外汇。我们知道中国在5、6年前呢，它所拥有的这个外汇还差不多有4兆美元那当然这几年这个减少的速度蛮快的，但是目前大概还有3兆的美元的外汇的储备。那在这样的劳力密集工业化，我们就可以想象到其实中国的经济的成长最重要的一群人就是庞大的民工好几亿人的民工
所谓的 migrant workers。那他们是从内陆地区，从每个省的内陆地区移到这个沿海，移居到沿海，然后在沿海呢从事这个劳力密集加工的工作，这个数量是非常非常巨大的。那民工呢，这群人呢就成为中国在过去这40年呢创造经济剩余，创造这个 economic surplus 一个最重要的创造者。那就像中国的一位历史学家他曾经下过一个评语是非常有名的，我个人也是相当同意他说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呢有3个特征，就低工资、低福利低社会福利低人权。那这3个要素都非常重要这3个要素要并行才能够让民工数以亿计的这个民工成为创造经济剩余的这个底层的劳动力。好，那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一个很大的特色。那接下来另外一个特色呢，中国的成长模式在过去这40年呢，我们还看到一个现象，就是有非常这个高密度的我们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猖獗的寻租活动或者寻租行为，所谓的 rent-seeking activities。那可是我们看到在中国过去那40年发展的特色当中呢，寻租行为跟经济成长这2个现象是并行的。我们不敢说它是具有因果关系甚至说它并不是具有这个 causal relationship， 但是呢它是 incompatible 是同时存在这2个现象，就是有寻租，可是呢有经济成长。那这样一个现象在过去长达30-40年呢，就基本上就是挑战了发展经济学过去的 conventional wisdom 一个过去的一个被接受的一个命题，就是说一个社会如果陷入所谓的寻租的泥淖，陷入这个寻租的陷阱呢，基本上它就不可能有快速的成长。但中国的现象告诉我们它的情况就是跟过去的理论的预测是不一样的，就是它是有很猖獗的寻租活动，从中央政府、省市到县市下到村，其实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的政府官员跟干部或多或少都在从事这个寻租的活动。但是呢这些活动呢跟经济成长是并行的。好，那第3点我要说的中国是从世界工厂那往前进，就是要想要成为世界市场这个是习近平年代习近平政权一个打响的口号希望说中国成为世界市场，然后中国利用世界市场呢来当做吸引力或者当做诱饵，让全世界的资本进来，高新科技最新的资本能够到中国来投资，然后呢共享这个中国作为世界的市场。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中国已经不满足在当老二。我们知道世界的老大是美国，那在过去40年呢，美国开放巨大的国内市场给中国，所以中国可以出口大量的劳力密集的消费品物美价廉的消费品到美国去，所以跟美国的开放市场以及全世界的这个自由主义全球化其实都息息相关但是中国就是不满足于当老二就是所以要平视美国啦，然后觉得说西方已经decline 了，就是东升西降平视美国，然后不再韬光养晦，所以呢就提出像中国制造2025这样一个 big push 的产业升级策略，然后呢要求这个外商企业进入中国是要用中国的市场来换西方的技术然后推进一带一路这种种策略呢，想要去推动中国一个大的产业升级的推进。那进一步是要做什么？进一步习政权要做的就是他想要这样跟核心国家我这里所谓的核心国家指的就是以美国、欧洲、日本这些国家为首的这个控制世界最先进技术的核心国家呢，
他要争夺这个技术霸权，那进一步也想要争夺这个国际的权力的霸权。那所以从世界工厂到大推进的产业政策升级，就是目前我们看到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的轨迹。那我在这一张slide 是要跟给大家一个 synopsis， 一个鸟瞰式的图像就是为什么现在西方国家包括台湾也是一样，会看到中国国家的行为我这里特别要指出是中国国家行为，一般就称为中共中共政权但是我觉得比较精确的学术语言就是中国的国家行为。现在西方世界呢是看到中国的国家行为的掠夺性跟威胁性。那我要很快的用几个指标来指出这个现象第一个就是中国的国家机器是加入了 WTO 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那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中国政府曾经承诺了很多制度的改革跟市场开放但是呢，事实上经过20年了，基本上很多市场开放的承诺跟体制改革都没有履行。那这个没有履行的过程，但是中国一样利用了这个加入 WTO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因为等于说它全世界的市场就开放给中国所以呢，他就利用了这个西方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制度论的游戏规则。这个新自由主义制度论游戏规则，这个游戏规则就是强调的是自由跟开放那中国利用了这个规则输出大量的商品，获得经济的利润，然后获得利益，获得外汇那国家就可以掌握庞大的这个外汇 ，OK。但是呢，因为他没有进行原来承诺的体制改革，体制的进一步开放，所以呢，他反过来，因为中国国家掌握了庞大的经济利益，掌握庞大的财政能力呢，反而去巩固了一种新形态的中国式的党国资本主义，所谓的 Party State Capitalism， 它还是一种资本主义，但是它是一种党国资本主义。那这个名词我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这个名词在过去研究台湾，在过去半世纪的时候，也曾经被用来说这个是台湾的国民党国家也是一种党国资本主义但是我在我的书里面有特别强调，这两种党国资本主义的规模跟性质还是天南地北相差非常远南辕北辙那有兴趣的朋友请看我的书，就知道我是怎么定义这个中国的党国资本主义以及它跟台湾过去党国资本主义的差异。那现在不管，就是因为中国这个国进民退，然后党国资本主义是更加巩固恰好因为西方提供的市场跟技术跟组织跟人才那第二点就是西方人看到中国变成了一个监控型的国家，所谓的 surveillance state， 而且它是一种数位集权国家 digital totalitarian state。 那举例来说呢，中国在全国建构了一套天眼系统，然后呢，这是一套社会控制的机制那它背后总的战略是什么呢？它还是利用了这个商业资本，利用了工业资本，可是呢，它是用商业化的模式来做社会控制。所以我们看到说很多公司民企也好或者国营的公司都好，他们是用商业模式在承包这个国家的社会控制的工程那这个跟中国对外在执行锐实力啦或者执行软实力其实是同一套，就是说它是用商业模式做统战这两套对内对外的策略其实都是相通的对内是用商业化的社会控制，对外呢是用商业模式做统战，所以呢，人民要抵抗政权就越来越困难。那西方曾经流行一个说法，中国自己也非常的反对中国政府非常的恐惧发生就是和平演变或颜色革命呢，看起来就变得遥不可及那我这里举了2个例子，一个是新疆队为主的数位监控，那在这个数位监控当中我们就发现很多国营跟民营企业都承包数量庞大的工程，这是案例1。案例2呢，全中国的公共空间装置的巨大数量的这个摄像头
们台湾叫监视器。然后呢，根据一家公司英国一家网站的统计呢，2020年呢，两个人就相当于2个人就有1个摄像头在监控。那另外接下来就是中国在国际上呢进行大量的原物料的采购、技术的采购，推动这个经济现代化。中国制造2025我刚提到了，也遇到美国的抵制。然后呢，它是用购买的，那有时候购买不到呢，就会构成侵权啊，侵犯西方国家的这个智慧财产权或知识产权，然后呢，就是变成是偷窃西方的技术。这一点是引起美国的资本家、美国的企业非常非常不满啊。那美中打贸易战，美中今天打科技战，一个重要的经济的因素其实是跟美国的资本对于中国资本的这个对技术的并购跟偷窃行为非常的不满啊。那但是中国就是用这一套方法，他想要促成这个产业升级的大跃进，就像我刚刚说过了啊。那一样，中国剩余资本要寻找出路，“一带一路”就是这样的战略啊，包括成立亚投行，然后“一带一路”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哈，在第三世界，从中国的周边一路扩张蔓延到拉丁美洲啦，这个东协国家、南亚、中亚，当然，然后包括中东、非洲啊，在非洲引起一些所谓新的一种殖民主义的批判。然后也进到欧洲哈，在一些南欧国家、一些中东欧国家，中国资本的影响力现在也是非常的巨大哦。包括我们知道乌克兰啊，我们刚发生乌克兰被俄罗斯入侵嘛，这个乌克兰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现在就是中国。那本来乌克兰最大的贸易伙伴是俄罗斯，可是过去8年，他就把这个贸易伙伴从俄罗斯转向西欧跟中国，那中国就变成一个最大的这个乌克兰的贸易伙伴。那最后一小点我要说的就是，这个中国对区域安全的威胁，这个军事威胁是与日俱增啊，包括在东海跟日本跟韩国的关系、南海的关系，在台海跟台湾的关系，在南海就是跟整个东协国家，还有跟美国，然后在中印边界全部都有军事扩张的余地。那我们知道说，美国众议院议长那个 Nancy Pelosi 在今年夏天访问了台湾，那中国就对台湾进行了一个大规模的前所未见的军事演习，还发射导弹很多枚，其中有2枚还落到日本的这个宣称的专属经济海域，也引起日本很大的忧虑啊。那美国当然也在非常高度关注这件事情，所以现在美国等一下这个 Andy 老师李安友老师可能他有时间他还会提到说这个美国跟中国的关系，美国跟台湾的关系，这里面所谓的战略模糊到战略清晰的一系列在美国政治界跟政策界的辩论啊。那我第一轮的这个报告我就先在这里打住好腾彪还给你啊。好，谢谢吴金明教授。